李红瑜出事，我儿子生死未卜。为了报复，我大开杀戒，欲灭红旗李家。孙海洋、胡小伟、王大陆，你们3个肯定得死，但就看怎么死了。我这里有件事，介爷，您吩咐。反正我们死定了，承蒙金爷您看得起，这条烂命也算是值了。帮我做件事，成了之后我给你们爹娘养老送终，有孩子的我来抚养，成人后安排进入环球集团。谢金爷，规矩不用我多说了吧？金爷放心，规矩我们都懂。那就好，这几天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听安排。暗皇出大事了！等一下，知道朱胖子肯定有事，三金独自来到车上，继续说。李红瑜出事了，电话打了将近20分钟，三金眼睛一点点被血液充斥变红。我还没考虑好杀不杀这个孩子，你倒是先动手了。李东风，你很好，杀我妈还不够，还要杀我儿子，你给老子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杀你。一路火花带闪电，三金来到了状元楼。老公，我爸等你很久了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好可怕！没有搭理江南，三金径直走进屋内。三金，我是小南的父亲，今天来这里。站起来。江南是我女人，林真也是我女人，林成仙是我要培养的人，所以要么江家归顺我，保你们成为大家族，要么我把江家灭掉，从上到下一个不留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你女儿，否则我不会在这跟你废话。10、9、8、7。三金直接开始倒计时，根本不给对方考虑的时间。三金，我们是一家人。6、5、4。江家会脱离红旗李家的，但是需要时间。3、2。归顺，我们归顺。明智的选择，江家继承人明天必须抵达惠安，在此移交家族产业。是，不会让你们江家吃亏。等我把手头的事做完，你们想进魔都就进魔都，想进帝都就进帝都。三哥，江家现在是我暗皇的，你的使命也结束了吧？江三点了点头，他的使命的确结束了。好，我给你1个小时考虑时间，臣服或者死。1个小时后，江三来到佛堂找三金。三金，抱歉。三哥，一路走好。小南，忠诚的确没错，但做人得识时务。忠诚于敌人的人必须得死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他到底是忠诚咱们江家，还是忠诚红旗李家？可是我难受，三金他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变了。他没变，因为他给了江三1个小时，才给咱们江家10秒钟。三金的做事风格忽然变了，变得更加霸道。师傅，出大事了吧？小红鱼摔倒了，不知道孩子掉没掉，李东风干的。秦王归队，傅勇归队，王战归队。师傅，12小时内集合完毕。去省城。省城繁华区金盾公司总部，三金坐在主位，胡跃进在一旁伺候。到齐了没？金爷，到齐了。好，各自说说自己的理由，如果能通过的话，我会给你们更多的机会。其实我们都是被胡总逼的。自从他负责省城事务之后，任人唯亲，把很多事做得一塌糊涂。自从胡总上位，就对我们疯狂打压，很多项目都毁在他手里。没错，我们不想您的基业毁在胡总手里，可您又不在。10多个老大列出了几10条罪状，把问题全推在胡跃进头上。金爷，我什么都不解释了，任您处置。当然要处置。安安跟孩子就拜托您了，下辈子我再伺候您。突然枪声接连响起，一个个老大遭到三金跟孙银虎射杀。好好干，省城有个郑家，把他们家管事的约出来，1小时内我要见到。是。豹子盯住阳城严家、范家、南岭方家、任家。刺猬看好东山鲁家、韦家、许家、朱家。小狼西山潘家、水家、吕家、张家、陈家，给我盯住！这些全是红旗李家扶持的家族，三金要大开杀戒了。1小时后，三金冷眼盯着郑家家主郑百川。郑家在上次的省城动乱中毫发无损，是因为你们是红旗李家重点扶持的，对吧？金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点害怕。第一，郑家将所有产业向我进行移交；第二，郑家接班人日落之前来金盾集团办理入职手续，臣服则郑家无碍。三金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我们郑家不是你能挑战的。你只有3秒。时间到了，你能奈我何？胡跃进灭郑家。不到1个小时，金三代人灭掉郑家，不管男女老幼一个没留。三金则是将橙汁小心翼翼地倒进茶杯里，还是不如小红鱼泡的好喝。三金，你涉嫌枪杀多人，被捕了。胡子开车出门吃饭。三金，你被捕了。枪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吓唬人的。要么你们退下给我留条路，要么我干掉你们走出条路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都住手，把枪放下！来的人是赵红旗，他现在是省扫黑除恶组副组长。赵组长，这是我们的事，黑帮火拼是督导组的事。赵组长，我知道您跟三金有交情，但这个事不想被开追悼会就给我退下，出现任何事我赵红旗扛着执行命令。听到追悼会，满屋子的鼠鼠这才小心的离开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就算执行任务也别在大白天。现在怎么处理？我有儿子了，正经吗？老大你啥意思？儿子还分正经不正经？我的意思是儿子是谁给你生的？该不会是小寡妇吧？是红玉怀的，清清白白的姑娘。
恭喜，我给当干爹咋样？再说吧，还不知道死活呢。我妈是他杀的，现在他又要杀我儿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从后门走吧。可怜我，我是你老大，从来没帮你扛过事，这次试试能不能扛得住。好。晚上，秦王一行20人准时集结，开车前往魔都。胡子，师傅怎么了？杀气这么重。小师弟生死未卜，不知道能不能保住。保住了还好说一点，要是保不住的话，我操！师傅跟谁有的儿子？大智若妖，李红玉，怪不得师傅发疯了，一路杀过来也没人敢管。别说师傅发疯了，国家怕是都得发疯。师傅是顶尖的，李红玉是顶尖的，他们在一起的儿子那得是国宝。影响社稷的事，谁他妈这么大狗胆？别问是谁了，知道这回事就行，反正别在师傅面前装傻充愣了，全都机灵点。魔都林家会所，三金递给张显龙一把左轮手枪，里面有一发空弹，看运气。谢主人。死亡的几率高达83%，几乎可以宣判张显龙死刑了。师傅，魔都的事有推手，我让你求情了吗？张显龙咬牙扣动扳机，是一发空炮弹。通知6门13堂晚上7点开会，来的既往不咎，不来的做不成0点的鬼。是主人。老爷子您得出山，他们都不行，我要把林家打造成魔都顶尖家族。说了这么多，林家不还是你说的算吗？一直也是我说的算，但必须得跟您通个气。看似多此一举，但实际上很有必要。按你说的做，我没有意见。老爷子睿智。三金要做的是借林家的壳把6门13堂装进去。晚上6门13堂的人尽数到齐，贵的不错。金总，我们真没得选，赵老板放话我们不敢不从。6门13堂在你们面前就是蝼蚁，最近几个月都在传您被枪毙了，而且我们从帝都得到的消息也是如此。赵老板。对，是赵老板。我知道了，跟你们没多大关系。听到这话，许会长他们这才松了口气。为了保护6门13堂，我有个提议，取消公司制，所有产业转移到我的名下，并入林家。这样一来，不管哪个是老板，也只能找到我的头上。三金的话让许会长等人愣在原地，原来只是归顺，现在直接变成家奴。5、4、3，许家从此改姓金。有了许会长带头，所有人都表示臣服。今天还没杀人，有点不爽。小花蕊，帮我把赵老板约出来，0点之前我要看到他的人，否则就给他1天时间布置灵堂。三金，你疯了？那是赵老板。晚上8点，黄蕊紧紧地抱住三金，变被动为主动。老公，给我个孩子吧。你能给我什么？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只要你需要。给我制造一种病毒，传染性要强，最好是攻击特定的基因。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我收服红旗李家门下家族，前往帝都看望李红瑜。给我制造一种病毒，传染性要强，最好是攻击特定基因。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未来战争多元化，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御。我得多握点武器在手里，答应我，我就答应你，这很公平不是吗？咱们之间又没爱情，妥妥的利益关系。哼，你走吧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恐惧。小花蕊，这就是天骄，多对我用点真心，不要一切都建立在利益交换上，好吗？知道了。乖，必须帮我培育出来。我知道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一定慢慢改，改成你想要的样子，行吗？魔都交给你，不用改成我想要的样子，因为我想要的灵魂绝不是附庸，而是独立。赵老板，您到了。小蕊，抱歉啊，我临时有个事过不去了，帮我向金总解释一下。老公，你别冲动，我在给赵老板打电话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我的女人给他打2次电话？鹦鹉，快给三金打电话，他要去杀赵老板，一定要阻止他，否则会出大事。人手不够吗？我这就带人过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疯了，都疯了。小景，快给三金打电话，他要去杀赵老板。除此之外，魔都最少5个家族都在他的死亡名单上。你清楚，这里的家族牵扯太广，关系错综复杂。车上，三金盯着手机屏幕，是书景打来的电话。师傅接吧，大师娘都7个月了，万一着急上火咋办？老公，我肚子疼。怎么会肚子疼？赶紧去医院。女儿听说你要去杀人，所以使劲踹我肚皮。你可以跟赵老板谈一谈，没必要杀他。魔都5个家族关系牵扯太广了，其中2个跟胡同里有牵扯，还有2个跟南岭王家有牵扯，还有跟我家有牵扯的。我会酌情处置的，老婆你别想太多。我不是阻止你，但你现在到底是在报仇还是杀人？老婆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回去睡觉。书景知道三金在敷衍自己，又打了一通电话出去。伯父，您尽快找到三金，否则你们家将大难临头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。挂断电话，书景又打给了干爹吴老总。干爹，您给赵老板打个电话吧，让他0点之前务必找到三金道歉，否则谁都保不了他全家的命。这一夜，书景救人无数，一个个电话疯狂打向魔都。苏成风，知不知道你家已经被包围了？立刻找到三金，该道歉道歉，答应他提出的任何要求，哪怕是无理的。不至于吧？你老糊涂了，你们苏家是跟着红旗李家的，三金面你们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也就是舒夫人把电话打到我这，不想她丈夫多做杀孽，否则我们南岭会管你。
是，你该重新站队了，好好感谢舒夫人这尊活菩萨吧。另外一边，胡家跟张总有牵扯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我侄女家到你们家是做短命鬼的吗？马上给我送回来！张老总，您这是？别他妈装傻！你们胡家已经上了3金的死亡名单，我可不想我侄女为你们陪葬。张老总，这可怎么办？求您出手救救我们！能救你们的只有自己。我打电话是因为舒夫人不忍遭太多杀孽，偷偷告诉我的。你最好赶紧找到3金。感谢张老总。晚上11点，赵老板足足带了10来个人来找3金，还有黄家的一个长辈。3金，小蕊，阿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跟赵老板碰到了，听说来找你们，索性跟着一块来了。3金，赵老板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金总实在抱歉，今天晚上的确有事，千万别介意。3金没有说话，直接抽了赵老板好几个大逼兜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家主子老王八都得做好了等我。做人得认清身份定位，知道我说的老王八是谁吗？你们的王总，在我嘴里他就叫老王八。3金差不多就行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给我们个面子行不行？哼，诸位，我已经很差不多了。我本意是要把他扔江里喂鱼的，因为你们来了才没这样做。小蕊，3金过界了。阿叔，如果不让3金舒服的话，赵老板就得死。你大概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了啥样。今天就算是我爸在这，怕是也得这样。来到院子里，3金打给了远在非洲的大表哥。大表哥，回国一趟。大表弟，有事。给你留了一块地，回来给收掉。我明天得打仗去呢。回来把国内的洪门统一掉。洪门关我调事，哥现在是雇佣兵，手里面20多条人命，正过瘾呢。滚回来，立刻马上！我还需要你给我汇报猎人学校的情况，别给脸不要，听到没？我马上订机票。挂断电话，3金接到朱胖子的电话，现驾，李红宇要见你。好，我立刻去帝都。帝都内部医院是国内最神秘的医疗圣地，请接受安检。滚开！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必须通过安检。看老婆孩子嘛，查这么紧干嘛？你是崔颖，圣手崔神医？哪有什么神医，无非就是学了点祖传的皮毛罢了。3金本来肚里的孩子是保不住的，但小鱼非要保，所以就只能以牺牲他的健康来保证孩子存活到7个月。等孩子到了7个月的时候，再取出来放进保温箱，活下去的几率很大。俗话说7活8不活，这是唯一的法子。后果则是小鱼跟孩子的身体都会很弱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如果有，我会用这种方法嘛。每个人的生命原理是有定数的，他在耗自己的命。3金叹了口气，来到李红鱼的病床前。小红鱼，何必呢？3金你来啦，儿子保住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小红鱼，你跟我妈一样伟大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3金，我真的以身入局了，这是我无意中做的最好的局，但又是最不想要的局。怎么，儿子都要给我生了，后悔也晚了。我们的儿子叫灿年行马，我好想回到雾都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候。3金笑了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3金你真好。我不好，如果真好的话，不会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就是老在梦里缠着我，我累了，枕头底下有打火机，你拿去用吧。3金伸手摸向枕头下面，竟然真的有个打火机。离开病房，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。3金先生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是袁三才，住的地方离小鱼不远，主要研究星象气候、历史典籍。青天间的还是气象局？你信不信玄学？这关系到你儿子的命运，想好再回答。信。你儿子命运多舛，如果想让他平安的话，第一，不能跟你姓，要姓李；第二，见完第一面，你们以后就不能再见。你说什么？又没说一直不跟你姓，18岁以后就可以改过来，除非你想宠死你儿子。这孩子的命很弱，你杀气又这么盛，如果你信玄学的话，就按照我师兄说的来，否则你儿子活不够5岁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八字？你师兄是谁？就在那边。顺着袁三才手指的方向，一位老爷子走了过来。我是阿斌的爷爷，我给你算过，你命里根本没有儿子。阿斌命格为金融星七煞，但他最多只能帮你打理帮派20年，再多都会横死街头。20年的荣华富贵，老头子怎么着也得来帮你一把。老先生，你说，出生即点睛，3岁定逆鳞，6岁选迟暮，9岁定容美，13岁选刑，15岁金身，等到17岁的时候就要生爪了。看17岁的时候定3爪金龙还是4爪，或者5爪金龙3金。如果这孩子17岁定的5爪，你们爷俩会一直斗，所以3爪最好。我儿子必须是5爪大金龙。这个以后再说，封建迷信要不得，要打雷了。话音落地，天空突然响起闷雷声。这个，我是气象局技术员，今天人工降雨，有毛病吗？送走老爷子，袁三才陪3金来到走廊。3金，你到底要把这个孩子放在什么位置？虽然告诉你了方法，但最终还得由你决定。就按照你们说的办，5爪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候这孩子真的会跟你斗得不可开交，会见血的。你觉得正常途径下，我就能跟这个儿子相处得很融洽吗？既然不能，换一种培养思路也是可取的。如果以后他能把我干翻，那我这个做老子的会非常欣慰。我3金的儿子必须是獠牙野兽，否则拿不住他老子给留下的东西。你不担心18年后他对你充满怨恨，不肯改姓？血脉这个东西扔不掉的，放心吧，小红鱼教出来的孩子坏不了。
老袁，你跟袁天罡什么关系？家族。我怀疑你是李东风派来的。哼，你小子别侮辱我行不行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放在古代就是钦天监的监正，知道啥地位吗？我就是随便一说。三金，你侮辱了我，你就说吧，帝都的人间天堂是不是你开的？我安排行不行？那要看怎么安排了。今天我精力有限，只能为花魁讲解历史典籍。3个花魁给你安排好了，我现在打车过去。胖哥，封锁李家。我釜底抽薪，让红旗李家自相残杀，前往非洲搞事。胖哥，封锁李家。放心吧，亲家，机场、火车站所有能出去的路已经堵住了，一个都逃不出去。好。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说咱不是外人。你真要这个孩子？我不可能再有儿子了，这是唯一的。再说这也是小红鱼豁出命要保的。那到底杀不杀李家？杀光！我不允许叫我儿子变坏的人活着。可李红玉那边怎么交代？杀儿子跟杀光李家总得选一样。至于李红鱼，我跟他本身就有绕不过去的因果，即便没孩子也是一样。秦王用枪口封锁李家。直男查李家限制自由。半年多的佣兵生活让大表哥气质大变。洪门总堂执法秋阳见过红旗堂副龙头以及各位相主。大少爷，不知道您这次来国内所谓何事，还是大龙头有什么吩咐？红旗堂口不是要重新选举龙头吗？我是代表总堂来旁听的。大少爷，我们没说要重选龙头。现在红旗堂口虽然遇到点问题，但还是能解决的。真的不选？贾父听说红旗堂龙头李东风德行缺失，此番又遭羁押，恐难当大任。的确要重选。大少爷，其实我们正在筹备重选事宜，那就赶紧重选，也让我学习学习。这就是三金把秋阳叫回来的原因，切断李家的一切。李家被封锁，谢雅慧焦急地找到三金。三金，红鱼是我一手带大的，确实挺大。雅慧今年有30吗？哪有，我今年40多了。保养的真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没到30呢。小金，你说笑了，这次发生的事让我很难过。难过你还笑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托，让我好好欣赏下40多岁的身材，看看跟30岁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三金，你别太过分，好歹我也算你的长辈，你的儿子还得叫我姥姥。你有没有搞清情况？现在是你代表李家来求我，懂吗？阿斌，马上来帝都，师傅教你上位的第一步。大概1个半小时，阿斌风风火火的赶来。怪我抽你吗？不怪，师傅抽我肯定是为我好。说说为什么？我就不该为张显龙求情，因为师傅您把我放在的位置不一样，而且张显龙是您的狗，轮不到我来说话。向上跨越，总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而睡上面的女人是建立自信的第一步。屋里有个女人，她是洪门国内红旗堂龙头李东风的老婆。去吧，离间李家的任务交给你了。安排完阿斌，三金回到帝都舒家。老公，你能不能少杀点人？有些根本没必要。我希望所有人都尊敬你，而不是听到你的名字就吓得浑身发抖。我杀人是因为什么？权力还是地位？你进不了权力圈，你的地位也已足够了，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人？我这不是跟你打配合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活菩萨。我要的不是这种地位，而是怕你出事。木秀于林的道理不用解释，万一有人暗杀你呢？1次躲过去了，2次躲过去了，可你能保证一辈子都能躲过去吗？老公，你不是会安三金了，现在是暗黄，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多方考虑了。以后一定注意，谁让你是我班主任呢？嘿嘿。红旗堂口的选举结束，李家全被踢了出去。大表哥来到帝都。大表弟，你啥时候去猎人学校？都已经开训了，现在是托尼将军当家，要是再不去的话，可就没你啥位置了。这边的事得处理完。对了，乔治王子现在怎么样？被架空了，根本插手不了训练。约瑟王呢？负责学校事务。临时总教官是谁？没有临时总教官，因为你没到位，所以指定了另一个总教官，代号大帝。也是正常操作，毕竟得有人组训。你真这样想？不然呢？大表哥，你怎么没参训？我不够资格，人家都是各国特种部队的队员，我算个干啥的？总不能代表罗马国参加吧？我跟乔治王子说过让你参加的，人家托尼将军一句话就给兑回来了，乔治王子又能怎么办？也是，你什么时候收拾托尼？我收拾托尼干嘛？人家把学校搞得井井有条的。大表弟，我懂你了，你才不会收拾他呢，最多就是把人家干掉。我是那么没格局的人吗？格局怎么写你会吗？现家李家杀起来了，他们现在分为3派，李家祖母一派，李家老二一派，李家旁支一派，看起来都过瘾。还早呢，这只是刚开始，越到最后越想活，越想活越杀得凶，风控好慢慢看就行了。那我就随时向你汇报最新情况。不用，死了重要人物跟我说一下就行。三金，你写的货币战争我看了，并且一直被验证。如你所言，暹罗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8000亿左右暹罗铢，不良资产率达到34.7%。两位是？三金你好，我是庞玉丁。英雄出少年，我是樊敬斋。原来是庞老，幸会幸会。这位樊彦土是咱们的工业奠基人。三金有没有兴趣进入智囊团？我能进。
当然能进，你是小鱼名正言顺的丈夫，这地方没那么多规矩，我们几个人说行就行。再说了，老袁都给你算过命了，八字跟咱这里还是很合的。原来进智能团这么简单。3金，上次你提交的货币战争逐步得到验证，而且惊人的一致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穿越者。我要是穿越者，怎么这也得穿到抗战，杀鬼子多有意思啊！也是，你是个好战分子。继续聊一下未来的货币战争，不如聊聊数字货币怎么样？数字货币，对，我姑且称它为比特币。等等，先聊聊咱们国家未来的科技树，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吹牛叉是3金的强项，他把比特币以及未来科技的形式构建等吹了好几个小时。李东风关在帝都疗养院，被警卫部队看守着。龙焰有天鹰，龙鳞有战皇，你就是战皇。对不起，我一直负责李红瑜的贴身安保，事发当日在附近，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智囊团成员在谈话的过程中，所有人都要避开，再加上是李红瑜父亲来探视，我就放松了警惕。当我听到救命声赶过去的时候，李红瑜已经躺在地上，下身全是血。出现如此失误，你有什么用？这个重大失误将断送战皇的未来，即便李红瑜求情，也会被勒令转业。3金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不在乎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，只想将功补过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会活在痛苦中。魏黄之，你是顶级影子保镖，该清楚规矩，留你的命让你回家。是我不想让红瑜难过。既然你留我的命，为什么不用这条命？3金，我把红瑜当成亲妹妹，对她的感情比你多得多。你真的想带罪立功？想保护她一生，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安排完魏黄之，3金来到李东风的房间。你就是李东风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脑中的李东风应该是满身凶恶之气。3金年纪轻轻混到这一步，世间还有，我开始羡慕金红武了。我不如他。李红瑜并不比我差，可惜他在你心中也就那么回事。李东风，我有个疑问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，还是说你觉得能够掌控一位国家智囊团的核心人物？我也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如果非得让我说出原因的话，可能就是对红瑜习惯性的掌控，因为从小到大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这就过分了，杀我妈不够，还要杀我儿子，你说我怎么才能饶了你呢？你不是来杀我的，因为你的儿子是我外孙，杀了我之后，你依旧是输家，明白吗？忘了告诉你，你3弟死了。你杀了他？怎么可能？是你老婆杀的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老婆被我徒弟睡了。40岁的女人都不知道谁强迫谁，看开点就行了。对了，你儿子好像被你2弟搞成了重伤，你家几百口人形成了3波，都千方百计的想活命，争着抢着让我满意。3金狂笑不止的欣赏李东风的表情。3金你太狠了，我压根没想杀你儿子。重要吗？我的确没法杀你，但可以让你比死还痛苦。还有，红旗堂口已经重新选了龙头，你被踢出局了。都给我听着，如果李东风自杀的话，谁都别插手。万一他真自杀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这种人会寻找一切求生的机会。为什么让他自杀？是为了不让他自杀，明白吗？金教官，还得是您。查老王八，一查到底。李东风，你还有脸活着吗？快点出来自杀！你要是再这么懦弱，我就把你家祖坟挖了摆在这里。房间里，李东风死死地握着拳头。你想让我自杀？做梦！等老子出去弄死你！回去的路上，3金来到李红瑜的病房。想我吗？想。我加入智囊团了，小红瑜，我这辈子遇到了很多贵人，但你是我的恩人。你教会了我如何入世，还给我留了唯一的儿子。我要去处理猎人学校的事了。孩子要出生的时候，我会回来把剩下的事处理完。老袁，我儿子的事拜托您跟老爷子了。秦王召集人去非洲。我是在做梦吗？这是学校的直升机吗？难道学校具备了超级大国的战略运输能力？我们的学校太有实力了，不光有驱逐舰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武装直升机。我的神话，你终于来了。战犬，没错，不用紧张，他接受的还只是基础训练，距离成熟还早。玩去吧，不许咬人。我带你参观参观，学校的训练已经全面开启，学员都是来自各国的特种部队。被带着参观，3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客人。已经1个半月了，极限体能训练还没结束，我已经制定了好详细的训练计划，为什么没有按照计划进行？总教官安德烈对部分训练内容进行了调整，所以一些训练科目时间拉长了。校长阁下有什么指示？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神话，这位是总教官安德烈，代号大帝。神话先生，幸会。幸会，安德烈总教官。校长不好了，你的绅士被咬死了。我操！什么？绅士是托尼养的比特犬，战斗力极强。将军就是那条狗，我宰了它。好大的阵仗，幸亏老子的枪法差，要是准一点打到人了，现在不得变成马蜂窝了。约瑟王赶紧上前一步，拦在警卫和3金中间。战犬就是战犬，还未成年的战犬就能完胜巅峰状态的斗犬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把枪放下，这是神话先生，学校的创始人之一。
我好害怕哦，万一拿把枪走火，我今天就得死在这了。既然都要死了，晚上不如吃了它。你们大夏有吃狗肉的传统，火锅还是烧烤？减少他的痛苦也是仁慈。你看怎么吃？那就一半火锅，一半烧烤。神话老弟，你的胃口真不错。俗话说狗肉滚三滚，神仙都坐不稳。我最爱吃狗肉，怎么吃都吃不腻，包括他们也一样。话音落下，2队特种战士全副武装的走来，带给人无尽的压迫感。托尼将军，我怕学校人手不够，专门把我的龙焰带来了。当初我带了他们其中几个人，就把妖总部给断了，能力绝对没问题，做个教官问题不大。大帝，红王把这条狗收拾了，一半火锅，一半烧烤。秦王代号大帝，孙银虎代号红王，这是来这里献曲的。托尼将军，总教官代号大帝，我这里也有个大帝，好巧啊！三金看似弱势，实则强势入驻。好一个出其不意，上来先弄死我的狗，在绝对的劣势下反而占尽主动。将军怎么安排神话的人？一部分做助理教官，另一部分安排进学校守卫，把他们打乱。我怕他们不服，其中几个人我见过，实力很强，绝不弱于我。训练内容已经定下了，没法临时更换教官队伍，否则难以保证训练结果，这是最好的理由。三金也无法反驳。我懂了，就按您说的做。三金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他的队员也不简单，你在接触的时候务必小心翼翼。将军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处理。三金去哪了？跟乔治王子在一起。走廊里，三金找来乔治王子。玛格丽最近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学业完成了怎样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她是公主，学业无所谓。我的意思是没怀孕吧？就算怀孕也会打掉，因为她是皇室公主。王子殿下，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谈天，你不用夹枪带炮，咱们是站在一起的。约瑟王可以拉拢，他对勋章还是很感兴趣的。约瑟王有没有跟托尼将军并肩作战过？没有，托尼将军早就不亲自出任务了。约瑟王的小队是他自己组建的，最后被招揽。倒是大帝安德烈，你得小心点，他跟托尼有生死之交。你说如果大帝安德烈跟学校的竞争对手走得很近，托尼将军会不会出现别的想法？比如接触过，那就不会让人太放心了。如果没接触过的话，那就创造条件让他们接触。竞争对手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怎么让他们接触就得看你了。晚饭很丰盛，尤其是中间的火锅。欢迎神话老弟回来，我相信学校会因为你变得更好。感谢托尼将军，快尝尝肉，真的很香。我不吃狗肉。你真以为是狗肉？我让人把绅士买了，还竖了一块墓碑。托尼大哥，虽然我这个人做事冲动，但对您该有的尊重一点都不会少。绅士终究是条狗，神话老弟无需如此，必须如此，方便您祭拜。一旁的乔治王子心里快乐翻了。托尼，好好享受三金的手段吧，我亲自领教过，那是一种不被当人的感觉。神话老弟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，这次培训的重头戏是你的精力聚集。没错，这是个国特种部队愿意参加培训的最主要因素。当然没问题，我会倾囊相授。这一届培训必须把猎人学校的名气打出来。不过神话老弟，你本应是总教官的，但迟迟不能到位，所以我只能另选团队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这是我个人的问题，到了狙击课程的时候，我会尽心尽力。你的人可以抽调一部分做助教，至于你，肯定不愿意做安德烈的副手，所以给你足够的自由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觉得训练有问题，都可以当即提出。不知道这样安排行不行？托尼告诉三金，接下来不会有重要职务，但是能够全程参与。我同意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教员团队绝对不能临时更换。饭局结束，教官焦急地找到托尼将军，绅士被吃了。没有吃，神话把他埋了。没有埋，他的队员把绅士烤熟吃了，就在西面的山上。我操！什么？他们吃完之后把骨头埋了。混蛋！神话你可真厉害，一直在激我的情绪。小聪明的确很多，但是学校尽在我的掌控中，你想在这里翻盘，想多了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秦王几个人安心当助教，三金则是什么都没参与，天天遛狗。他妈的，滚开！你干什么？我干你大爷！带走！怎么不让人说话？所有学员都在这里看着，你作为总教官，总该问清楚因为什么。孙银虎等10多名龙焰也来了，双方形成对峙。为什么打架？你代号大帝，我的代号也是大帝，我不服，实力不如我的做教官，老子却做助教。双方动静闹得很大，托尼和乔治王子赶来了。请问校长，这里的教官有没有进行过测训？有没有真正进行过极限体能训练？一番话问住了托尼将军，问住了约瑟王，也问住了安德烈。助教，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，立即离开，否则严惩不贷。严惩不贷可以，所有的学员都知道什么叫测训。请问教官们有没有测训数据？校长阁下，我们也有这个疑问。总教官，测训数据在哪？请拿出测训数据，让我们清楚2个月的训练是值得的。所有学员群情激愤，他们都是各国派来参训的特种兵。嘿嘿，该我装叉了。金教官好。我是神话猎人学校牵头创始人，你们是各国万里挑一的职业军人，代表祖国的荣誉。当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，有权提出任何质疑。三金一句话让学员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你们并非乌合之众，而是这个世界最精锐的军人。你们代表的深厚的祖国，不是坚持到最后才有荣誉。我有测训练数据，现在就让你们知道。红王，
50公里穿插地形极限越野数据如下：一、精略数据，极限值每分钟190到205，超越极限心率205到220。一系列的数据报出来，学员们心服口服。托尼将军，教官们是否接受过测训？如果接受过，为什么没能及时说出测训数据？如果没有接受过，他们有什么资格组织训练？校长阁下，请原谅我的直接，因为学校需要对每一名学员负责。神话，我会单独向你汇报这个问题，这牵扯到学校的整体训练布局。不需要单独，公正公平是我们猎人学校的座右铭。托尼在心里疯狂骂娘，看向约瑟王跟安德烈两人。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欺骗，这是赤裸裸的欺骗。这些雇佣兵有什么资格训练我们？我们要向国际性军事器组织申诉。闭嘴，所有的责任在我，我会给你们满意的答复。既然没有测训过，那就训一下。大帝、猴王他们接受测训，通过的留任教官，通过不了的即刻解聘。您觉得可行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托尼将军根本没得选。可以。就这样，秦王等人和安德烈的教官团队展开了魔鬼般的极限体能测训，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累得半死。白痴，我还以为你们多掉呢，就这点水平。另一边，乔治王子开始离间。您的代号是大帝，那边也有一个大帝。我知道您的实力很强，但那边大帝的实力您也看在眼中了。恕我直言，神话先生是牵头创始人，他在学校的股份占比最高。我略施小计夺回猎人学校控制权，回国覆灭红旗李家。神话，你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信誉。测训有那么重要吗？教官团队遭到质疑，就是对学校的质疑。神话，测训的确很重要，但你让所有的教官颜面尽失，让整个教官团队失去威信，而且让学员感觉遭到欺骗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托尼校长、约瑟夫主任，如果你们任教官，是否会亲自参加测训，从而保证对训练细节的了解？三金一句话就让两人把嘴闭上，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你们是专业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？神话，你身为总教官却迟迟不到位，让我们怎么做？除此之外，出现问题不能有效沟通，反而扩大事态，这是对学校的不负责，更是对股东会的不负责。托尼将军直接抛开事实，给三金扣帽子。现在讨论谁的过错真的有意义吗？眼下得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相互指责。托尼将军，您是校长，所以请您解决此次信任危机，我们会跟在后面做好协助。有问题吗？我赞同。虽然我对军事训练一窍不通，但清楚托尼将军不管德行还是威信，是得到所有人认可的。约瑟王，您是否承认这一点？我不否认这一点。那就对了，信任危机的事还得需要托尼将军解决。约瑟王，您意下如何？乔治举起手进行投票，把约瑟王和托尼将军架住了。我也同意，托尼校长肯定比我更擅长解决问题。2票赞成，压力给到约瑟王。约瑟王，您在质疑校长吗？赞成。托尼被赶鸭子上架，他并不想做这件事。既然如此，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。第一，立即停止测训，绝不能停止。教官的能力是解决信任危机最重要的因素，如果现在停止，反而会增加学员的质疑。我赞成测训继续。俺也一样。我看着两人举手，约瑟王很无奈地表示举手赞同。3票通过，校长负责解决信任危机，约瑟王负责督促，我继续负责溜达。我负责遛狗，从今天开始不参与学校任何管理事务。两人一唱一和，留下满脸阴沉的托尼和无奈的约瑟王。约瑟王，这是个坑，摆明让我往里跳，这都看不穿嘛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好好给我想想怎么解决信任危机。好的，将军。估摸着约瑟王被托尼训了，情绪很低落。我邀请他后天一起来喝酒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要把他拉进股东会的原因。地位会改变一个人，原本他跟托尼的地位是固定的，但现在是平等的。厉害，从一开始你就准备分化约瑟王和托尼了。如果托尼够聪明，他就会更尊重约瑟王；如果他不够聪明，就会选择压迫约瑟王。你可真够狠的。我可没对你狠。对了，我知道给你出主意的先生是谁了。名义上的已经被我关起来，真正出主意的为我生了个儿子。什么？你很幸运，因为真正给你出主意的是大夏智囊团的核心人物。想到这里，三金打给猪胖子。贱价，李家杀疯了。具体说说。李东风的大儿子死了，李家老二的闺女死了，堂兄弟死了5、6个，他养的死士也发生血拼，估摸着死了10多个。记得浇点油。放心吧，我天天都提着汽油，就等着往上加了。半个月后就是李家的死期。为了解决信任危机，托尼集合所有学员发表他的肺腑之言。猎人学校的宗旨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特种兵。发现一名教官不合格，我们会立即更换，绝不会。校长阁下，神话教官说的学校宗旨跟您的不太一样。第一，服从；第2，完全服从；第3，绝对服从。我个人认为这才应该是猎人学校的宗旨，因为我们不是雇佣兵。为什么会在训练的时候出现不合格的教官？请问学校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如何做的？长达2个月的极限体能非常不合理。事实上4周就已经完成了，延长的1个月是为了彰显教官团队的优越感，还是学校对此出现误判？不信任就是托尼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。去找神话。
20分钟后，一人一狗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。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让你们进行为期2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？这是学员们关心的问题，都很想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下一秒，三金变得无比严肃，是不是感觉被耍了？记住，身为特种兵需要执行各种任务，抱有期待值是好事，但不要被期待值骗了。刚才不是我在耍你们，而是你们内心的期待值把你们耍了，失去了特种兵该有的冷静。任务就是耍人，先学会如何被耍，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2个月极限体能的原因所在。任何事都能被三金讲出道理，偏偏还总能忽悠的那么贴切。学会做骗局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才能识破骗局。告诉我，我只是把你们骗了吗？神话教官，我猜您把所有人都骗了。说说，您把学校骗了，把校长骗了，也把我们骗了。所有的骗局都是为了教我们如何学会耍人，而学会耍人必须先被耍，这是远赴敌后作战的精髓所在。神话教官，您太伟大了。此言一出，学员们看三金的眼神变得更加热诚。人还是得混得好，随便说句话都是道理。忽悠完学员，三金找到安德烈，你我无仇无怨，要我看测训结束吧，好歹也算体面。你的意思呢？龙焰厉害，我从未见过你们这样的战术小队。希望以后是朋友而不是敌人，尤其那个大帝，他对你很是不服。伙计，差不多得了，我们也陪你演完戏了，是不是该结账了？1分不少，全额支付。你要亏钱的，我们只拿该拿的，多1分都不要。重新签个合同如何？我雇你们继续协助接下来的训练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最后？哈哈，神话就是神话，成交。晚上，4个人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以三金为核心的团体。王子殿下，军舰的武器到位了没？弗雷德里克已经把武器运输到港，随时可以送过来。瓦西里，明天开始安装武器，1周能否到位？可以。以后外围的安保由你负主责，向乔治王子汇报。一系列的安排的下去，听得约瑟王跟安德烈心惊胆战。三金拉来的那些舰船竟然不是空壳，假如托尼将军搞事的话，他直接就能把海岛封锁住。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我想要搞个雇佣兵基地，打造吉星西任务商业为一体的国际雇佣兵中转站，意下如何？佣兵工会的形式，感觉有没有搞头？当然有搞头，但投入很大。有多少投多少，其余的我来。很多时候我就是想做点事，钱不钱的不重要。那我当然要参与，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。约瑟王，你呢？我也参与。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有个问题，非洲1欧的独大让工会存在感很弱，其实力不容小觑。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届时谁挡我们的路，谁就得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孙银虎出任总教官，秦王任副总教官。知道自己被架空，托尼找到三金。神话老弟，没耽误你训练吧？我的好大哥，你最近找约瑟王跟安德烈聊过了吧？谈过了。怎么想退股？有这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能退多少钱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大海很漂亮，就在眼前。的确美丽，但我游不动了。不是你游不动了，是太在乎蝇头小利了。刚开始创业就想把我踢出去，合适吗？一句话，从前的事我不追究，你还是做你的校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执意要走的话，休想拿到退股的钱。托尼将军还有用，三金不想把他一脚踢开。你该知道，我还想建立国际雇佣兵基地，这个事也必须你来主持大局。托尼大哥，该说的说完了，我明天要出远门，你到底是走是留，自己琢磨吧。隔天，三金早早的来到学校停机坪。神话老弟，昨天有些事忘了跟你说了，学校缺少防空，最好能搞到几架战斗机。战斗机比较难，只能说尽量。我有门路，能搞到2架苏-27，不过预算方面需要你点头。这点小事你看着办。托尼最终选择留下，猎人学校至此以三金为主。回到帝都，三金带猪胖子直奔李家。暗皇，您这一手阴谋画阳谋实在是高，李家停不下来了，即便撤掉封锁，他们也会厮杀到底。死多少了？上百了，就在这片大院子里，里面已经形成了4个派别，彼此攻杀，不分昼夜。还不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家的争斗还会更残忍。不过我最多待个2天就得返回猎人学校，所以该结束了。辛苦了，南哥呢？韩楚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了。听说去医院，三金赶紧打给韩之南。南哥，听说你生病了，要不要紧？没病。你不是去医院了吗？谁说去医院就病了？老子怀孕了。我操！怀孕了？放心，是你的。你在哪呢？我在。不管你在哪，晚上到我家来一趟，跟我爸谈谈接下来该怎么弄。老子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。贱价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个屁！娶韩总的闺女需要大操大办不？那必须的，韩总什么地位，必须得大办。我没给舒锦办，李红宇也不可能办。是的，要不你问问倩家母什么意思？对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有个事我跟你汇报一下，你听了之后千万别生气。你又让谁怀孕了？我威胁汪成斌举报幕后王总，李红瑜生产的日子到了。你又让谁怀孕了？韩之南。韩总的独生女，那还好，这个要大办，绝不能委屈了人家，总得照顾韩总的面子。老婆，我行了，鹦鹉那边我去说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会不断有喜讯传来。都有谁？黄蕊、于青、林真、池雅，暂时就他们几个。这些都不办，跟韩家的必须得办，立安很重要，必须得维持好。老婆，我听你的。我们晚上一起去见韩总，商量这个事。贱价，接下来去哪？该去看看咱们的大龙头了。
这半个多月，李东风的精神接近崩溃。为了不让他自杀，警卫们天天用大喇叭嘲讽。再见李东风，三金都忍不住可怜他了。想让我自杀？没门！我会出去的，随便你怎么折磨。其实我是怕你自杀，所以才让你自杀。我没有李红玉聪明，但起码能玩转你。想自杀吗？完了！你他妈耍我！老子当年就该先把你杀掉。你不敢杀我，杀了我之后没法向红玉交代，更没法向你儿子交代。我死了，他们娘俩会跟你反目成仇。会反目，但不会成仇。小红玉很念亲情，但在她日记里，你打过她26次。她是我生的，打了就打了，就算我把她打死，她也得念及我这个父亲。红玉的母亲是被害死的。你觉得红玉只会往前推演吗？李东风，你知道你女儿何等逆天吗？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去哪儿？李家。三金一脚将李东风踹进别墅，恢复他的自由。10分钟后，宅子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吼声以及变换腔调的绝望声。接下来怎么走？凝固汽油弹准备好了，是直接烧还是一个个烧？不着急，让李东风再享受一回。有个事忘了跟你说了，李家宅子里出去了一个人，在我们手上呢。谁出去了？蒋七。我知道了，烧。随着三金下达命令，一颗颗凝固汽油弹扔进宅子，瞬间化作漫天大火。儿子，我把能教你学坏的人全杀了。小红鱼，李家被我杀光了，你母亲究竟怎么死的不重要了，你从此以后必然会远远离开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把儿子好好抚养长大就行。晚上8点，三金与书锦来到韩总家。咋不像？人家欠你的钱了，现在知道有个闺女了。我怀谁的孩子跟你有关系吗？舒姐挺着大肚子来，人家都没有意见，你还在这装老丈人了。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韩之南，这是你爸，不是别人。你怎么跟我女儿说话的？信不信我抽你？谁让你训三金的？你有什么资格？韩之南，你不能这样跟你爸说话。狗东西，我闺女想怎么跟我说话就怎么跟我说话。一时间，屋内的气氛陷入了冰点，三人形成了死循环。跟我进屋。三金把南哥拉进卧室，韩总还在外面破口大骂。我老婆准备给咱俩大办特办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放心你妹，不要搞形式主义好不好？那搞什么？你给我个10亿8亿的就行。我陪之南，你出去吧。来到客厅，韩总的面色依旧阴沉无比。我从不惯着老丈人，你闺女怀孕了，是我的，你是想打掉还是怎么着？我不欠你钱，而且前后后给了你闺女10多亿，还想怎么着？你看着办吧。韩总愣住了，半天都没说出话。爸，咱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呢？就您闺女这样的，谁敢娶？我保证，以后之南就住在娘家。如果生的是女儿，姓金；如果生的是男孩，姓韩。反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儿子了。孩子肯定得姓金。三金，你别怪爸脾气大，主要是太突然了。是我的错，这次咱必须大办特办。不能办，这事一定要保密，绝不能让外界知道。怎么说？你的身份很敏感，之南身份也敏感，没人愿意看到暗黄跟密安成为一家。哪怕现在当家的再喜欢你，也得着重考虑。有道理。三金，你要记住，当你最风光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你父亲就是在这种时候被害的。我在帮你抹掉很多痕迹，但抹掉并不意味着没发生过。只要有人追查，总能找到蛛丝马迹。干嘛要抹去？从一开始就没布局，所以根本抹不干净。能消除一些是一些，也是对你的保护。其实你不是好人选，但又没别人具备你的条件。其实这也是个突破点，我真的有布局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一旦出现问题，舒锦他们能否安然无恙？他们没事，你母亲的身份太简单，舒锦他们的身份更复杂。老王八那边什么情况？暂时没有动静，你先别想着动他，这是不好动。而且你也报仇了，不是吗？就是问问，没想动他。没有权力的会被吞噬，权力大的同样也会被吞噬。想什么呢？老婆，我总算明白什么叫停不下来，也总算理解南岭王到底有多厉害了。就跟徒手攀岩一样，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，如果体力不足，不管向上还是向下都会死。明哲保身没这么简单，并非谁都是南岭王，这老爷子太牛叉了。放下一部分呢？不仅不能放，而且还要抓得更多。怎么说？我从特种部队体系出来，握住了摇钱树组织，如今密安也会围着我转。海外洪门我是大少爷，接下来是海外大战略，会有更多的东西被我握在手中。不知不觉间，三金掌握的力量越发庞大了。我甚至在怀疑，当初耀于红星他们不肯给我的时候，本身就是抛出的诱饵。那段时间有多少人来劝过你？这番话让舒锦细思极恐，因为当初包括南岭王在内来的全都是大佬。这是摸我的底。航母固然重要，但还没重要到那个程度，甚至说我可能变成了一颗棋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大佬把你推到代言人的位置，你在做事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家族的利益，可一旦出事，掉脑袋的也是你。我喜欢以阴谋论分析事情，不赌人心善良，只赌人的本性。老婆，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以我的名义邀请王云锦来玩一阵子。你想看南岭王对这件事的反应？没错，因为南岭王代表的是老爷子一派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先回家，我去收拾个人。又收拾谁？老王八的狗汪成斌。我现在必须得嚣张，必须得招惹老王八。可是韩总不是让你别动老王八？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所以不懂。没多久，三金潜伏进汪成斌的院子，与李美娟私会。狗男女，老公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勇气可嘉，没人告诉你我是干嘛的吗？三金，你快走吧。
走什么走？老子越来越喜欢做反派了。姓金的，今天要么你把我干掉，否则老子绝对饶不了你。三金反手给了他好几个大逼兜。好好说话，都是有素质的人，开口骂人就太伤人心了。还有，老子就想看看你的忍耐力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。王哥，你的表演一直都很好，可惜终究是男人，给你看点好东西。三金掏出一叠照片甩了过去，仔细看看，我带你老婆回屋亲热了，等你看完之后跪下和我说话。照片是很多汪成斌经手的账本，看到这些他面色大变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东西只要拿上去，我下半辈子就得踩缝纫机了，王总都保不住我。1个小时后，汪成斌跪在三金面前。老王，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，我那里还有很多。您需要我做什么？举报老王吧。金总，您这是让我死啊！你隐藏的这么深都能被我挖出来，那你觉得究竟谁在搞你？谁又有这个能力把你查个底朝天？还是在你们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，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，想通了也就通了。我的是很隐蔽，知道的不超过3个人，这都能查到。金总，莫非是？莫非是什么？你们没把我搞死，我还进入了智囊团，还需要莫非吗？汪成斌顿时吓得噤若寒蝉。没错，让所有人恐惧的东西回来了。他不仅没死，而且活得很好。你是否发现我不知道，但老王八已经发现了，所以他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老王，你只有一条活路，就是按照我说的做。其实你该感谢美娟，如果没有她跟我这层关系的话，你能舒服到现在吗？汪成斌身体又是一颤，冷汗止不住的往下流。举报之后，你肯定也得接受调查，但我会安排好一切，最终只是个免职。虽然地位没了，但财富还是你的，依旧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。你爬到现在不就为了这点东西吗？我得想一下，给我点时间。给美娟磕头道歉，你刚刚骂得太难听了。汪成斌不想道歉，这是对他的羞辱。你老家还有什么人？看看跟我掌握的能不能对得上。美娟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不该那样骂你。行了，你们就是把自己最初的理想抱负都给扔了，这才多久就变成这样？我也经常做噩梦，但这一步只要踏出去了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需要我给你准备东西吗？不需要，我晚上就整理举报材料，您看行不行？好，晚上我陪你老婆，你就好好整理资料。这天，李红鱼剖腹产的日子到了，哪天几点几分生，都是老爷子和袁三才定下来的。9点09分准时见孩子，见到就走。什么时候孩子挺过18岁才能再相见？我为刚出生的儿子画龙点睛，18年后再相见。9点09分准时见孩子，见到就走。什么时候孩子挺过18岁才能再相见？非要这么苛刻吗？还有更苛刻的，18年之内你不能为孩子提供任何帮助跟保护，你也不能打听他们娘俩在哪，否则关卡难过。如果他们娘俩真的遇到危险了怎么办？你不是在小鱼身边放了只凤凰吗？三金，你的命我看不透，你儿子的命我也只能看一小半。这孩子是杀印相生的命格，18岁之前身弱印强，18岁之后才会慢慢改变。知道你儿子的印在哪吗？你就是他的印，见一面就好，否则孩子承受不住。之所以点睛镇魂，就是因为印太强，身太弱。你们父子以后怕是父子反目成仇。就看你怎么做了，因为你是他的印，你强他就弱，你弱他就强，所以你们父子不会相安无事，除非怎样？杀生印。老爷子说的玄之又玄，三金似懂非懂。三金，别想太多，就按照师兄说的来做，保证不会错。见面就点睛，看完赶紧走，其他的事一概不搭理。我知道了，红鱼知道这个事吗？会知道的，但不是现在。9点09分，7个月大的早产儿出现在三金眼前。你好，李灿年，18年后再相见。离开医院，三金接到南岭王的电话。小金，恭喜恭喜啊！有什么好恭喜的？不就是生个小子吗？老金家有后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我马上让云锦出发去帝都，代表我向你道贺。那让云锦妹妹在帝都多住几天，之前的事一直挺不好意思的。就让她多玩几天，但你可不能因为陪云锦耽误了大事。放心吧，猎人学校步入正轨了。挂断电话，三金皱起了眉头。南岭王一定知道我的用意，可还是让王云锦来帝都，难道是我搞错了？三金让舒锦以自己的名义邀请王云锦，其实就是想要娶她。哥，我生儿子你不来吗？刚要给你打电话说这个事呢，我在国外赶不回去，小妹会过去。不怕云锦羊入虎口？有本事你就来呗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必须明媒正娶，你行吗？有啥不行的？说正经的，我这份礼回头亲自给你送过去。那你得去猎人学校。回到舒家，三金递给舒锦一份文件。老婆，签了吧。这是什么？女儿的继承权，我草你了一下，咱家所有的东西都由女儿继承。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偷了吧？我们舒家缺这个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个家谁说的算，而不是像林家一样处心积虑争夺家产。老公，你该提高认知了，林家根本算不上家族，真正的家族永远团结一致。嘿嘿，邱老师，那咱俩去卧室深入研究下呗。隔天，黄蕊、于青、林真、石雅怀孕的消息传到帝都，三金笑得合不拢嘴。再给我来俩儿子吧，老子不相信那俩神棍的话，这5个孩子铁定还得有个儿子。下午，三金来机场接王云锦。云锦妹妹又漂亮了，这才多久没见，我就发现你身上多出了不一样的气质，是智慧的光芒。我没那么好。云锦，为了迎接你的到来，今天晚上哥亲自下厨。你做的饭能吃吗？我的嘴很刁的。嘴刁什么？三金，你怎么这么讨厌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是不是你思想不纯洁了？哇，
开玩笑，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可爱。我没生气，没生气就好，咱们回家。我不去你家。可是我也不能陪你住酒店呀。三金一顿调戏，让王云锦心中的小鹿乱撞。我马上到。打电话的是智囊团大秘，当家的要找三金。半小时后，三金在智囊团见到了当家的，两人谈了将近20分钟。今天上午，汪成斌实名举报了老王八。汪成斌还是很乖的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不过得抓紧时间了，否则老子会死得很快。当家的真要相信我，应该是把我骂一顿，而不是温和的表达。如果当家的狠骂三金一顿，这代表信任，可没有骂就有点见外了。小王八羔子，你是想翻天不成？哥老子的经济要不要搞？建设要不要搞？自己的烂摊子都没弄好，我看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老头，我就是。我看你就是想顶锅盖。您老放心，就算我头顶锅盖，也不会退后半步。正所谓马革裹尸。都当爸爸了，能不能成熟点，稳重点？我知道了，最近几天就准备出国，然后待在猎人学校不出去了。娃娃起名了没？小红鱼给起的名字叫李财年，我给起的名字叫金黄，都好听。我明天去看看娃娃，瞅瞅长得像谁。老头，那可使不得，会把孩子惯坏的。我去体检，顺道看看。老头，时间不多了，8个月之内必须得把所有的事完成。接下来的3天，三金陪王云锦到处游玩，还非常豪爽地送给对方一套大宅子。没事送我这么漂亮的宅子干嘛？没准是聘礼呢。讨厌，讨人喜欢百看不厌。云锦，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了，得出门做事了。这么快呀？我还没玩够呢。云锦，咱们结拜为异性兄妹吧。王云锦瞪了眼三金，转身便生气地走人了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拿我当初恋，这妞真不好伺候。回到猎人学校，会议又增加了一个人。神话有个事，史蒂夫想来学校参观，不知道是否可行。史蒂夫，他是某集团的大老板。什么目的？他们想投资这件事，我跟王子殿下进行了沟通，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。那当然要欢迎，也是时候小赚一笔了。商量好定价没？学校的投资高达20亿刀，我们的初步意愿是1%的股份，折价为5000万刀。多少？5000万刀，这个价格已经相当不错了。5亿刀，最多出让4%。我操！开口就是5亿刀，如果把这4%的股份卖掉，就直接能回本了。我们是办教育的，教育赚的是未来的钱，黄金有价，未来无价，明白吗？如果他们肯掏出5亿刀购买1%的股份，那我们就发财了。不，那就是个坑。因为咱们根本不值这么多钱，他们在试探，我们也在试探，动了人家谋划好的蛋糕，肯定得被找上门。托尼校长，人来之后由你负责接待。交代完毕，三金联系弗雷德里克。我的好兄弟，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些和平弹了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我消息。3天后，史蒂夫来到猎人学校参观。猎人学校果然名不虚传，竟然拥有如此实力。史蒂夫先生过誉，我们学校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不过，这是我见过最完善的，有的是设备不行，有的是专业性不强。那是您眼光太高，以你的身价来说，在全球也找不到几个。接下来就是一顿商业胡吹，托尼和乔治王子把史蒂夫捧得高高的。让我猜一猜，他答应了，对吗？的确答应了，愿意用20亿刀收购学校4%的股份。谁这么白痴会花这么多钱收购4%的股份？赚钱没错，但出入太大就有问题了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见他的原因，因为直接回本我也会心动。要不了多久，史蒂夫就该上正餐了，准备打仗，赢了之后再跟他谈，输了的话我们将再无机会。富贵险中求，赢了就是躺着数钱，输了就当干了几次活。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如果打赢的话，可以卖给我4%的原始股吗？呵呵，我现在就送给你。乔治王子有些着急，自学校建成以来，他还没有得到想要的。不要着急，谈判是有过程的。三金，我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地位。我很清楚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做猎人学校？掌握军事话语权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，比如霸国，我们是一块多方争夺的蛋糕。至于怎么分配，咱们说了算。我懂了，在分配的同时，还要制造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，完成分化，最终所有人都要求着我们。没错，三金，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人，为什么能把人性拿捏得如此精准？等所有的事解决完之后，你就会获得想要的一切。晚上，三金找来安德烈。老大，有任务吗？你对霸国的战术了解吗？非常了解。遇上海狮呢？陆地上遇到海狮，他们死定了；水里遇到海狮，我们死定了。很好，这是黑水安全公司的驻地，因为我们把蛋糕先做起来了，他们就只剩下2条路，要么吞掉猎人学校，要么被我们灭掉。隔天，安德烈团队消失，随时展开对黑水训练基地的进攻。神话老弟，3天后国际准军事联盟有一场会议，探讨国家准军事行动培训的标准化执行。来了，好快。为了与国际准军事联盟谈判，我灭掉霸国黑水训练基地。国际准军事联盟组织3天后有一场会议。来了，史蒂夫那边也变卦了，说我们的规格已经超出，真是一群狗杂碎。他们能把生意做到这么大，全都是老狐狸。那么这个会议你去参加吗？我们都有事，只能你一个人去了，狠狠干他们。托尼老哥，你的意思是？后天咱们买的战斗机抵港，包括1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。除此之外，瓦西里的信号旗战术小队将随你出行。托尼将军虽然玩不过三金，但也是个战争狂人。就按你的意思来。
来，我带上龙焰小队，你的人留在学校，我愿意把后辈留给你。国际准军事联盟并非官方组织，它是由几十个成员国共同组成的。我是神话，请问你们是国际准军事联盟的工作人员吗？你就是神话，请问您晚餐享用什么？我们可以提供樱花国的传统美食，如果您在国内吃腻了的话，也可以尝尝别的特色。我是大夏人，您不是樱花国人吗？长相完全一样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，会议不欢迎你们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干掉，我们回学校。神话先生，我只是气话而已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没错，非常欢迎。老子是大夏人的底细，应该早就被你们搞清楚了吧？西方对东方的态度一向如此，灭不掉就恶心人。这个神话太暴力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神话不是来开会的，他是来战斗的。沃顿主席，那我们该从哪里着手？规则。他压根不是遵循规则的人，怎么用规则把他束缚住？就是为了让他不遵守规则，所以才要用规则进行约束。猎人学校必须纳入标准之内，不符合的必须整改，而这个标准在我们手中。如果神话愿意遵守规则，那么最终会给他留下一点；倘若无视规则，就对猎人学校实施封杀。这时，会议室门外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我操！哎呦呦！沃顿主席，感谢联盟给我们如此殊荣，为此我代表猎人学校向你表达致敬。你呲到我脸上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在致敬。致敬你大爷！马德，老子陪着演一会，还真拿我当人才了。沃顿主席，你们从接机开始一直问我是不是小日子，故意恶心我是吧？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主意，但这种欢迎方式让人很不喜欢。希望参会的没有樱花国，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活着离开，因为老子不爽。神话，你太嚣张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不嚣张的话，就不会搞猎人学校，更不会跑到这里跟你们开会。滚开！想挫我锐气，你们两个还不够资格。滚！沃顿盯着三金，眼神逐渐变冷。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向来如此，并非只针对你一个人，是否能改变，看的也不是你一个人。赞同吗？很赞同，但你们的行为严重伤害到了我的自尊，所以怎样？得赔钱，或者同意我的一些要求。谈谈吧，本来这个会就没什么太大意义，无非就是想吞掉我的蛋糕罢了。既然你如此干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第一，开放猎人学校，当然可以。第二，委员会派出小组入驻猎人学校，学校成立校委会，不超过7个席位，但要给联盟委员会让出其中3席。没问题。第三，以原始股价格完成股份再融资，我们会保留你大股东的身份。也可以。还有吗？第四，学校要服从联盟委员会的调整。沃顿的条件一条比一条狠。还有第5条吗？暂时就这4条，如果能接受，猎人学校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培训机构。都能接受，但我也有要求。说说看。不管我的股份有多少，得给我80%的分红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是你先开玩笑的好不好？沃顿主席，您明明可以抢劫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？我深悉猎人学校的运转规则，更明白它代表的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。沃顿主席，我猜你们应该早就筹备了吧？而我则是突发情况，我说的对吗？沃顿主席慌了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我们猎人学校的出现影响了你们的布局，干掉我们才是最好的，但不符合你们的利益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准官方，以法律干掉某个人，用规则抹杀某件事，这是上层设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明天的会议上一定会出现对猎人学校的各种规则，接受就要把做好的蛋糕分出去，不接受就得死的2选1局面。你太自信了，我承认你说的有些东西很正确，但并非都如你猜测的那样。那就走着瞧，看看我的猜测究竟准不准。真是个可怕的家伙，这份心智堪称绝顶。回到宿舍，三金打给了万里之外的安德烈，干活，摧毁黑水训练基地。当天晚上，安德烈用10几个火箭筒摧毁了黑水训练基地。隔天，会议临时取消，沃顿焦急地找来三金。沃顿主席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会议取消了，意味着给我们定的规则也临时取消。那么让我猜一猜。不用猜了，我们的产品下线了。神话，你这一手玩得够狠，难道不怕报复吗？你们的产品下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猎人学校的创始人一共4位，乔治王子负责招生工作。您觉得他代表的是谁的利益？不列颠从开始就参与进来了，所以你们的产品是否下线并不重要。这个时候，乔治王子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。第一，我允许你们加入；第二，按照我的价格购买增发股份；第三，你们不得参与学校管理工作；第四，为你们原本的3家预留3个席位，但总席位上升到12个。如果这些意见能接受的话，咱们再进行详谈。你赢了，明天会有人亲自来跟您谈。另外一边，黑水训练基地遭到打击，负责此项目的白头鹰眼中闪烁着凶光。神话，你很好，非常好。海王，这是耻辱，你们的任务改变了，杀死神话。谈判桌从来都是摆设，该谈的要谈，该杀的也要杀。折腾了2天，国际准军事联盟的会议终于召开了。
猎人学校主要是为了培训世界最顶端的特种兵，我们奉行天下为公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加入，提出意见。站在台上，三金一顿狂吹。猎人学校的成立，标志着全球性打击犯罪的日益成熟。神话先生，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当然要补充，这件事还差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战斗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明所以。猎人学校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，虽然得到了暂时的解决，但终究是个病根。为了猎人学校不会再生变，所以必须得经历一场战斗。我得让诸位看到猎人学校的真正实力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放心。神话你在说什么？没有战斗，更没有战争，有的只是暗杀我呗。战斗开始，我全球游走玩转霸国指挥官心态，自己人也懵了。神话先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战斗，更没有战争，是想暗杀我呗？我这个人向来只赌人性的恶，从来不会相信人性的善。合作继续推进，战斗继续进行，直到有一天能坐在猎人学校的海边推心置腹为止。妈的，这小子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既然终有一战，不如先打完再说。你也不想以后的事影响猎人学校吧？为什么一定要战斗？你是猎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，也确定了学校存在的意义，一切都是为了和平。没有暴力哪来的和平？在我来开会之前，大家应该都在琢磨怎么用规则让我们乖乖就范。但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很简单，战斗。诸位请静观其变，看看猎人学校真正的实力。走的时候，还是那3名工作人员送3金。神话先生实在抱歉，当初是我们误会了，我们保证下次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儿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希望下次还能相见。在3人的注视下，3金转身走人。总算走了，这家伙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突然，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后背，其他2人被硬生生的拧断脖子。3金没走，混在人群中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。事发不久，消息传到沃顿的耳中。不愧是为战斗而来的神话，你还真的是很难对付。神话的危险级别调整为 S。神话，你终究是人，不是神，可惜了。这时，3金走进会议室，绽放出人畜无害的笑容。我操！神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当然是来看沃顿主席的，毕竟我们相处了这么久。3金关心的话让沃顿心中一惊。神话，我特别愿意跟你合作，但很多事并非我一个人说的算，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很多。要不这样，我可以把内部将要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交给你，然后都开战了，说这些有意义吗？在决定成立猎人学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会有一战。沃顿将军，你知道什么叫祭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为我祭旗的人。你不能杀我，我的身份是国际准军事联盟委员会主席，我代表的是霸国。我干掉你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霸国会出兵吗？3金从沃顿身上翻出手机，回拨了一个号码出去。沃顿，事情办妥了？当然没办妥，他死了。你是神话？白头鹰陷入了沉默，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我是白头鹰。你是王八也跟我没多大关系，打电话就是告诉你帮沃顿收尸，因为我没时间。神话，你真的很嚣张。只会这一句吗？我的下一个位置是北部索马尔山区，快点来杀我。6小时后，3金来到2毛国，再次打给白头鹰。你们去没去索马尔山区？你没有去。神话先生，你在努力抓节奏对吗？很棒，这种战术意识不是谁都能拥有的。我开始相信。话没说完，3金便挂断电话。追踪到了没？通话时间太短，没能追踪上。白头鹰先生，其实我这个人也没这么厉害，也就是节奏把握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你好像不敢正面与我相对，可以理解为害怕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不？3金话说到一半，通话再次中断。好聪明的家伙，他在算时间，看来你对这种追查也很了解。接下来应该继续打电话戏耍我吧？追踪已经缩小至霸国，只要再来一次，基本上就能确定对方的位置。实在抱歉，信号总是中断。接着说刚才的事，其实我这个人的确胆子很小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什么折中的方案？如果你肯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保证你会得到很多很多。说完这句话，海王冲白头鹰点了点头。我给你24小时考虑。终于追踪到了，立即对神话实施猎杀。老大，神话的位置显示在霸国总统府。什么？我怀疑是虚拟位置。肯定是虚拟的，他不可能在总统府。即便在那里，我们也没法执行任务。3金把他们耍了，故意卡时间，引导白头鹰追踪自己。是我，搞定了。电脑上显示着白头鹰精准的定位，3金完成反追踪。干得漂亮。是师傅的程序写得好。我写得很一般，但是够用了。是我，弗雷德里克来了。我的好兄弟，这是地址和平弹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这里藏有大概20枚和平弹。你说没错，那就肯定没错。但是你只能得到1颗。为什么？1颗才能卖高价，做生意总得讲究稀缺性，你说对吗？是这个道理，但我总感觉被你耍了。要说到底哪里被耍了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呵呵，你知道能赚钱就行了。另外一边，白头鹰通过霸国的情报组织，很快找到了3金的踪迹。他去高加索山脉干什么？是故意暴露，还是有其他的战术？
白头鹰，猜猜我在哪？二毛国神话，你深深的给我上了一课。不客气，小事而已。你的思维很跳跃，是天生的战士，很幸运能跟你这种人交手。24小时之内，我会闪击维纳斯联盟总部。希望你真的有跟我棋逢对手的实力。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猜呗，反正是24小时。通知第3、第6分队立即赶往高加索山脉击杀神话。三金带人进入高加索山脉，前方突然出现一支庞大的武装队伍。我操！这里怎会出现哥萨克佣兵？难道他们也知道这里有和平弹？这帮家伙比伊欧还要凶残，是天生的战士。是我，待会我们会集中所有火力，您先撤。不需要，他们是我雇佣的。神话老弟，你可算来了。克拉夫将军，钱到账了没？当天就到了，我从未遇到过你这么爽快的人。我们遭到追杀，把他们全干掉就行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有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？没问题，雄狮旅将为你扫清一切障碍。当年的车臣很强悍，最后却被哥萨克打得七零八落。三金坐着克拉夫将军的车离开，前往最近的私人机场。另外一边，高加索山脉出现2个战术小队，是白头鹰的人。克拉夫将军，我们的位置在哪？你们是花了钱的，必须享受超级 VIP 待遇，待在后面喝酒如何？准备，给我打他丫的！一声令下，2个炮兵阵地同时发动，一颗颗炮弹轰然飞出。有心算无心，白头鹰派来的战术小队被全部歼灭。神话，你果然长着癫狂的脑袋，但我们还没有结束，我必杀你！白头鹰，猜猜我在哪？这一局你赢了。你好有素质，承认别人优秀不是谁都能做到的，所以不管最终咱们俩谁输谁赢，你都是最值得尊重的对手。神话，你也是我最值得尊重的对手。夸你2句还当真了？你从头到尾都被我牵着走，也好意思尊重我？别闹了，有点自知之明。你。对了，12小时之后，我将对国际准军事联盟总部发动攻击，你信还是不信呢？必须把他逼到正面战场，特种作战干不掉神话。联盟总部没有遭受攻击，三金回到猎人学校上狙击课。狙击并非狙击手的代名词，它同样也可以用在局部战斗上，泛指以最小的成本使敌军付出最大的代价。当白头鹰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心态彻底崩了。马德，你回学校讲课去了，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人？神话有种单挑。冷静点，我又没是你老婆，别这么孩子气。你到底想怎样？12小时之后，我将对联盟总部展开攻击，你信还是不信呢？我这次是很严肃的，绝对不会食言。你休想再骗我！信不信无所谓，我会把你干掉的。当天晚上，三金秘密前往欧洲，来到一场慈善晚会。史蒂夫先生，你好。神话，喝一杯，稍后向你解释。史蒂夫没有多想，他很好奇三金为什么突然来欧洲。神话先生。至此，不仅敌人觉得三金疯了，自己人也很蒙圈。神话先是干掉沃顿主席，现在又干掉史蒂夫这种资本家，他要干嘛？为了推销和平弹，我故意送上门，被敌人抓捕。神话这是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杀史蒂夫？他代表的是资本，是老板。看不懂，据我对他的了解，应该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才对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接到了好几个电话，全是让我背叛的。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，包括皇室，都是让我临阵反戈的。你们最好把心思收一收。对我们来说，猎人学校是根基，失去了这里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约瑟王掏出手枪，眼中露出杀机。约瑟王，你这是干嘛？抱歉，这是三金交给我的任务。只要你们敢有任何轻举妄动，我就得做点什么了。三金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给你了什么承诺？他没给我任何好处，也没有给我承诺。那你为什么背叛我？我只知道猎人学校是我们的根基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背叛学校，否则将无路可走。你，王子殿下失去猎人学校，您不会有事，但肯定要回到皇室。那时候您在那里该是何等地位？恕我直言，您比我们更需要猎人学校。约瑟王一番话直击乔治王子的软肋。约瑟王，你脑袋进水了吗？当初是谁给你的机会？是谁让你拥有了现在的一切？将军，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，我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。叛徒，你们这群叛徒！有点太暴力了，我想知道三金到底是怎么说服你们的。他在签署合同的时候，把我们的名字与职务都写上了，这是猎人学校的名单，也是霸国的死亡名单。能赢一次霸国很有诱惑力，赢了通吃，输了就是一条命而已。另外一边，白头鹰接到了从猎人学校内部传来的消息。你的意思是托尼将军已被控制起来？是的，策反失败，他的手下亲自将他软禁起来，所以这条路行不通。我需要人手，可以给你人手，但希望你能把事做得漂亮点，否则谁都没法交代。白头鹰的内部策反以失败告终，他不明白约瑟王为什么会背叛托尼。白头娘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搞？要不要我帮你捋捋？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搞？托尼这个老小子很想背叛猎人学校，投入你们的怀抱。想知道我是怎么说服约瑟王他们的吗？就是大前天抽空回去上课的时候说服的。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不把你当人看吧？我是当你棋逢对手，所以才专门回去当面跟约瑟王聊一聊的。听到这话，白头鹰感觉心情好了不少。你用沉默代表愤怒，我十分理解你此时的心情。所以12小时之后，我将袭击联盟总部。我会前往维也纳联盟总部，因为你总有一次是真的。我很守信誉的，白头娘。
鸟问你个事，你有没有想过把我逼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对我采取常规战？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不实施？打不过猎人学校。老白，其实我们没必要这样打下去，毕竟你我之间没有深仇大恨。我是霸国的代言人，你懂什么含义吗？霸国可以得到利益，只是多少罢了。12小时后咱们维也纳见。神话，你他妈又骗我！我在玻利瓦尔，12小时根本到不了维也纳。要是小红鱼在的话就好了，我就不用这么费脑子了。如果白头鸟真能亲自赶来，就说明他完全崩溃了。6小时后，3金抵达维也纳金色大厅。来了，不用紧张，我是送上门的，主打一个屁呀！3金来维也纳就一个目的，送上门被抓。黑塔监狱看着有恃无恐的3金，白头鹰心中很是警惕。老帅哥，看够了没？我对男人不感兴趣。你自投罗网有什么目的？到底想干什么？距离此次回学校授课还剩下4天，你猜我能不能回去？马德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干掉？不信，杀我是不可能的，用点手段倒还现实。疯子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你不用太自责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也落在你手里了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想知道吗？让你背后的负责人过来跟我谈，你不配。呵呵，再来一拳！我好久没被人打了，舒服。老白，如果一个人被逼到动手打人，那就证明他已经卑微到了极致。好了，让你背后的人来跟我谈吧。他涉及到数十颗和平弹，我这次的确没玩阴谋，玩的是羊毛。我操！你说什么？没错，是战略核武器，毁天灭地的那种。老白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拥有和平弹？当我是白痴吗？所以你根本不够资格跟我谈，还是让你背后的负责人来吧。告诉他这是2毛国遗失的和平弹，他们应该清楚这件事。白头鹰不敢耽搁，立马向上汇报。6小时之后，我准时抵达黑塔监狱，在此之前绝不准对神话有任何形式的审讯、拷问以及刑罚。6小时后，霸国来了一支团队，足以见得对和平弹的重视。你找到了遗失的和平弹？你猜，不管找到没找到，你们都得以找到的态度来对待我。美女，你是搞情报的吧？30来岁的女人混在大佬的队伍里，偏偏还这么漂亮。奥利维亚央情局海外分局副局长。我一猜就是搞情报的，否则不会这么极品。事已至此，白头鹰亲自解开3金的手铐。站好别动。下一秒，3金提起白头鹰，足足打了10几拳，眼中尽是嘲讽。这才叫打人！我想打你就打你，想打多少拳就打多少拳，记住这个道理了吗？现在咱们可以聊聊了。神话先生，你说的是？我的确有数十颗和平弹，你们可以选择相信，也可以选择不相信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玩意在哪。马德，你在耍我们？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。神话先生的意思是他真不知道和平弹在哪，即便我们用上一切特工手法，也无法知道和平弹的具体位置，因为神话先生真的不知道。奥利维亚，你真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小仙女，这都被你猜中了。要不要对我直接使用 CCT 药剂来确定我是否拥有和平弹如何？你怎么知道 CCT 的？猜的，你就说准不准吧。哼，和平弹的确遗失了一批，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找到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任何头绪。也许我们可以晚上谈谈这个问题，现在要谈谈猎人学校的事。对我来说，和平弹该用的时候就得用，因为老子就这一条命。对了，为了让你们确认，稍后会有一次引爆，你们肯定能检测到。神话先生没这个必要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和平危机处的杰伦斯副处长。闭嘴，老子没跟你说话。我是白头鹰的负责人安东尼奥，也许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那就请其他人先出去。奥利维亚小姐，我们晚上再谈。2人合作谈得很愉快，3金给了霸国5%的股份，得到50亿刀，霸国可以在学校获得2个席位。神话先生，你可真是个奸商！难道你觉得猎人学校不值这个钱？它的价值根本不是金钱所能比的。等加入的国家差不多了，后面的想买都买不到。不过这份合同是否生效，还得看您能否从这里出去，猎人学校是否能撑住。和平之下，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如果引爆1颗不行，那就引爆2颗，我的人会根据时间来做出反应。另外一边，乔治王子在猎人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。神话被霸国抓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没有他在猎人学校根本撑不下去，还能怎么办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安德烈，你的意见呢？从来没玩过这么刺激的，即便最终输了也是荣耀。我对军事不懂，所以这次召集你们来，就是研究怎么对神话实施营救。帕马德，神话这王八蛋送上门被抓，他的脑子进水了吗？闭嘴，不用营救，我师傅能处来，他可没有送上门被抓的习惯。杰伦斯副处长很是客气，因为他不确定3金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引爆和平弹。神话先生之前有所怠慢，还请见谅。造1颗和平需要多少钱？这个不确定，得根据当量来看，还得根据装备来看。你们回收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回收和平弹吗？垃圾站经常回收一些垃圾，还取个名字叫资源再利用。能回收？多少钱1颗？你想卖多少钱1颗？10亿刀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造价才3000万刀1颗。如果我把这玩意卖给伊拉国，怎么着也能卖个10多亿刀，人家还得求着我要。这样吧，一口价8亿刀，买不买？不买的话，我就卖给需要和平的国家，他们绝对愿意出钱。马德，这玩意要是卖给那些国家的话，我们还怎么玩？买！3天后你们会收到1颗，这是样品，
确定之后把钱转到猎人学校的账户就可以了。神话先生，你是提前安排好的？当然了，不然我来这里干嘛？恕我直言，我从没见过您这样的人，简直让我大开眼界。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上无我这般人。